Hello，大家好，我是企鹅。今天我们找一个朋友来分享他的故事，是有关于他前妻的故事。今天为什么会请他来拍这个主题，是因为小听了一下他的故事，发现他和我的遭遇蛮像的，所以想说来帮助他当他的心灵导师，应该可以这么说吧。毕竟我的故事已经不知不觉第2年，然后这位爸爸呢，发生在今年年初才发生的。现在就有请他，我们就来听听看他的故事怎么样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ro。请问一下 Hero， 你这件故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我老婆在今年初因为癌症过世，她的消息是一直到她第一次病危，我才发出去。我觉得我已经不能再隐藏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虽然说你不希望大家知道，但是如果说大家都不知道你就这样过世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会非常难过。记得他刚走那天，我不知道人生怎么办，因为我就生活重心都在他那边。比较尴尬是因为我们是同性的关系，所以他妈不太能接受，我都只能一直默默在旁边。但宁愿不用钱哦。请问什么样的癌症？黑色素瘤是一种皮肤癌啊，是在去年年初发现的。去年年初，然后到今年年初，这样1年的时间过去，治疗都没有效。请问他的治疗是不是有做化疗？有标靶药物、放射也做了，放射是不是要去医院每天这样子固定一个时间？对，其实大部分的癌症患者都是一样的一个过程。那请问一下，他一开始怎么发现？他忽然某一天就是吃东西吐，然后连续好几天都在吐，去医院检查，想说耳鼻喉科是不是感冒还是什么之类的，也看了1-2个礼拜吧，没有用。有一个耳鼻喉科医生就叫我们说一定要去大医院检查。后来我们就去安排他照食道镜，照了之后，医生就说长了一个东西在食道外侧。那是在外侧因为食道镜不是内侧嘛？对，凸出来压到内侧了，所以会食道阻塞，吐，所以他就东西吞不下去。后来就是去做一些检查，然后照出来是一颗10公分大的肿瘤。10公分很大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前任也是一开始0.2，到后面变1，就是已经很大，因为它是胰脏内分泌神经癌。因为黑色素瘤它的期数是用大小判定，10公分就是已经是末期，因为一般皮肤癌通常会看得到，对，它是看不到的，它是没有看到，所以发现已经晚。然后就是先做了切除之后就是不知道会怎么样，对，观察了半年，结果还是转移。它是转移到哪里啊？整个肺壁上一定会，好像大部分的癌症都会转到肺。对啊，后来就是肺功能就下降了。对，然后会一直咳嗽，对不对？就是也会这边痛那边痛嘛，因为我家那一只也是，它是胰脏嘛，然后后来转到左侧的肩膀部分，然后他也去做放射治疗，然后也是一样每天去，然后为期20天吧，礼拜1到礼拜5，然后我们就说什么很开心做完了，幼稚园毕业了，然后后来又转移到别的地方，再去做，对，一直做，然后后来就是很多点就是这样，对，越治疗就是整个蔓延整个腹腔，然后就有腹水什么的。所以这为期1年很快耶。我的故事是2017年，已经4年了。2017年的2、3月他去做检查，直到4月底5月1号的时候来检查出真的有问题，然后马上去，然后才马上去安排做手术。然后我跟他就在5月1号的时候在一起。他那时候跟我说，我今天确诊，你现在要离开可以快离开，因为我跟他其实也才认识没多久。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现在医疗很厉害啊，所以就没什么，我就觉得我可以陪你走过去，因为毕竟现在如果再离开，他就一个人了。我想要陪他，后面就是陪他去手术什么的然后陪他去医院照顾他，这样至少在最后的时候是有人陪的。他是从胸这边到肚子开20公分的刀切掉嘛，切掉之后他后面吃东西就是常常会因为什么油炸的东西不能吃又不能分泌嘛，就一直排出来，而且他越来越瘦，就是都不能吸收。那我老婆是因为她长在食道下端，也有沾到胃，所以她那时候胃也切掉1/3，然后再做重建，再把它接起来。它没有那个喷门，所以它就很容易胃食道逆，所以都不能吃很多，吸收也很差，然后跟我家那只一样，就是越来越瘦。我们经历真的好像肠胃道的癌症，上面在讲说比较容易恢复的那些人，其实都是吃得下的。对我们这种其实最难。我后来发现，只要你吃不下，就没办法，癌症就真的没办法救。像我每天跟他最长的对话是：你有吃饱吗？
对，我打电话问他说你今天有没有吃东西？他就说吃不太下，对不对？对，然后他就一直跟你说他没有办法吃，你又会很生气啊，就想说就没办法无能为力啊。就是你硬把它吞下去，可能我们也没有考量到他的心情，他真的吃不下去。对，到后来就是直接就是打营养针，吊那个。对啊，其实不好，因为长时间靠那个真的不好。但是因为他没办法自己吃，对啊，然后你肠胃道越不蠕动，就卡在那边就是状况会越来越糟，状况一模一样。而且他这边是还插一个什么胃管，然后可以直接住进去，然后用那个直接灌食。但是因为插那个其实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病人其实就觉得很累了。对啊，病人最想的就是家，住院就很久了，很累了。他最后一次进去是10月，然后就没有再出来，一直到他过世，大概住院住了2-3个月。我记得你有讲说到后来他神志不清，他就是会传一些奇怪的东西。对，我们看到就好难过。我那时候也是，他曾经有一次在加护病房的时候，半夜打电话给我，然后你没接到吗？有，我接了。我跟他说，你只要有事，你就要马上打给我。我那时候也这样跟他说。他就打，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旁边都没有人？然后他觉得很可怕，叫我赶快去医院救他。后来直接打到那个加护病房给值班护士，我就说你可以帮我去看一下他状况。那个是他第一次出现谵妄的情况。医院久了，你看不到日出日落。对，出现一些精神上的，可能加上养分不足。会幻听什么的。后来就开始，他有点退化到他小时候的状态，但他有认得我跟儿子，对，但是他讲的其他的东西，就是小时候的内容，可能刚发生的事情，最近的都忘光了。他有先昏迷，然后被抢救回来，抢救回来的时候，可能又经过一次冲击，然后他就忽然醒来。然后会一个回光返照，对，会变好像没怎样。那时候他抢救完，我第一时间去看他的时候，我看他眼神就跟前几个礼拜的谵妄的眼神不一样了。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为什么出现在这边？因为我们中间有换医院，但这件事情他都不知道。”他最后是不是也是因为呼吸衰竭，然后而撑过去了？都是啊，因为他其实到后面都一直只能用那个呼吸的帮补。而且我还记得我前任最后一次在医院的时候，就是用那种很重的咚咚，对啊，对不对？很可怕。就是在加护病房里面，然后旁边有一台那个大台的机器，把那个气打进去，对啊，然后他的身体就会有那个冲动，对。那时候他进去的时候，我不是说他那天有意识吗？对，那个医生给了他一剂镇定剂，他的肝因为已经坏了，所以他那个镇定剂就是安眠药，他没办法代谢，所以他就一直睡到他过世，他都没有醒。所以后面我想要跟他讲什么，或者是问他想要交代什么都没有办法，他自己没有就是先做，就是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有救嘛，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件事情。我家认知是他一直有在默默准备，当然是有觉得那样会比较好。他跟我同年，以年纪来讲，等到还是很年轻，才30。我家认知也是他34，对啊，所以你老婆治疗方法都有做过了，几乎都用过。我们已经用到最后一支药是一支药15万1剂，没有保险。天哪！家那只是前后快3年，有一度就是去上海工作，然后再固定一个时间回来台湾，就是做检查、追踪这样。他也是到上海可能生活什么的，他一个人，可是我还是会去陪他，就是翘课什么的，然后翘1个月去陪他。那时候就发现自己好像会一直咳嗽，可是他不知道怎么了，也是去检查，对，觉得有一点，然后后来再去检查，然后也把工作辞掉，就越来越多点。而且最妙的是，我们其实状况都蛮好的。都平平，他都 OK， 还可以去健身房小跑步这样。然后直到2019年的暑假，我生日那天，本来要约好一起去庆生什么的，结果他就住加护病，也是很临时，而且竟然在我生日那天，也是因为转移到肺的关系，然后他又住在桃园，所以有时候在路上他呼吸不过来，就要马上赶到别的医院去做急救什么，就蛮可怕的。因为其实还蛮难过的，但是一定会啊，因为还是有小孩。对你也不能自己放弃，然后你也要好好的照顾小孩。虽然说可能对我来讲就是没什么好留恋，就是把他交代的事情做完，至少让他看到你健健康康的，而且小孩快快乐乐长大。对啊，他就很开心了，因为他有留一间房子嘛，跟小孩啊，所以我现在人生最大的事情就是这2件事：把小孩顾好，跟把房贷还清。听到一点身体麻麻的。当然限制是限制，但是在某一些状况下，还是你不应该这样，你明明就不知道那个人什么时候会走。那这时候如果说像他已经忽然就走了，医院跟我说没有规定就是这样。我小孩进去
大概只有3次，有2次是因为病危，然后只有到病危的状况，他才要放他进去看。然后他看到妈妈的时候已经在插管，你讲话都不行，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那个样子。他的消息是一直到他第1次病危，我才发出去。我觉得我已经不能再隐藏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虽然说你不希望大家知道，但是如果说大家都不知道你就这样过世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会非常难过。我也是跟你一模一样，就是到最后才跟他朋友说，对啊，没事啊，过了。我还记得他刚走那天，不知道人生怎么办，因为我就生活重心都在他那边。对。然后我每天就是除了工作还是要顾嘛。然后就是尽量让自己追剧啊，然后放松啊。只能这样啊，难过就好好难过啊。而且最有趣的是，心情会蛮多改变的，对不对？这4个月走过来。对啊。我当时还有一度就是好想要哭哦，有时候就觉得自己不能哭，好像有点可怕。对啊。我那时候就是会，是不是会把它全部忘记了？很多这样的心情，就是我很怕忘记它了。对，我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要维持那个悲伤的状态，我才能一直记得这件事情。那我怕我有时候就是太悲伤，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怕如果说我太恢复正常的生活，我是不是很容易就把它忘记了？对，我跟你有一模一样的想法。我们不该觉得是要忘记它，而是要转个念。他们一直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如果一直记着它的话，我会走不出去，在悲伤的回圈中。其实并不会。我觉得用忘记的时候，其实你根本不可能忘记啊。因为忘记对，只是表面上忘记，但其实在最深处里面是会出来的。你对于在外的时候，让别人觉得你好像忘记他了，我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啊，很不舒服。我也是蛮庆幸有帮他抬棺，到火化最后一步我有去陪他这样，然后还陪他去送灵骨塔的嘛，都到最后。比较尴尬是因为我们是同性的关系，所以他妈不太能接受，我都只能一直默默在旁边。所以我那时候看孤味就有哭，因为他也是一样，就是要去送亲的时候就有自己不能送，只是在旁边看那种感觉，你懂那种 feel 吗？好像你老婆过世，然后你在旁边只能看，对啊，那种感觉就哭得很惨。我跟你不一样，是因为至少我可以把牌位摆在家里。我是没办法。对，我可以每天看得到他。我是有挂他的相片在那边。我跟我小孩就是，像我之前有跟你讲说，反正我们每天就是还是也要上香嘛，对，就是会跟他讲话，这样舒服一点。对，就是把他当成是一个存在的人。其实今天找他来拍这集是因为你跟我说，因为你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去诉说，没有朋友可以倾听，所以我想说借由我，因为毕竟我们故事蛮像的，所以我想说可以听听你说你的故事什么的，因为总比一个人藏在心里好。然后这只也是他买的一只狗，他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我很怕，就在他家住，然后就一直夹这只狗，也算是一个我很珍惜的一只娃娃吧。你有带你那只狮子吗？这是他觉得是我老婆的代表物。我不管走到哪里，我去吃这间店，我就会想到我们之前在那边吃的花。然后还房间做什么？有我每次去台北车站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以前牵着它，它就会扶着我的手，靠着我的手，因为它真的连走路都不太能走。然后我就是一直撑着它，陪它走到台大医院的。我是去搭捷运什么的，画面都永远都在，就是会一直在。我觉得蛮好的啦，走到哪里都会有那个画面。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一种幸福啊，不该忘掉，而且是一种我们都记得它永远在我们心中的好，对啊。我们应该要更努力一点，我们健康的，然后把它觉得我们该好活下去的动力都活着。其实也算松了一口气，对不对？就是他过世之后，对啊，他比较不痛，对啊，但他那时候也是很不舒服。我还记得那时候他家人说：“哦，好棒哦，你终于解脱了。”我那时候心里好痛，我就心想说讲的什么话？对，我也不太能接受这一类的言论。当下那时候啦，后来想想也成这样了，对啊，毕竟我们都是追爱他的人。谢谢你今天分享你的故事。你看我已经过了那么久，因为当下就觉得哇，时间怎么那么难熬，对不对？就是你一讲，就是那个回忆还是会回来。对啊，好像是刚刚才发生过，对不对？对。希望我影片记得吧，很喜欢，然后把我分享出给你们看，大家活得好好的。对啊。